越南一段特殊的历史啊，在皇城里都要挖上防空洞，啊，来避免这个美军的飞机轰炸。这个建筑是河内的0公里起点，也是一间咖啡厅。早上的时候这有大门锁着啊，在楼上暂时没有开放。那我们就在楼下喝杯咖啡吧。我身后呢就是越南河内的越南全国的0公里起点。那这里是越南的0公里，从这里出发到哪里都是这个以多少公里的以这个为原点啊。这里不光是一个0公里起点，还是一家咖啡厅。我们今天早上呢来这里喝一杯咖啡。这里面就是环建湖。本来这个伞是这样的，有人坐过来就是把伞打开。早上准备先喝一杯咖啡，然后去找一些景点去玩。越南河内啊，它这个景点特别多啊。早上在喝咖啡的时候就想，今天到哪儿去？因为这个周边的景点实在太多了，我就犯上了一个选择困难症。想了半天，我就找一个最能代表越南河内的一个地方去。今天我们去一个见证河内1000年历史的一个地方。现在我们出发。我现在已经到了升龙皇城售票的地方了。在越南极少有旅游景点需要买票的，升龙皇城呢，是需要买票的一个景点。河内升龙皇城的票价大概是3万越南盾，让我比较惊喜的是，还有一个中文版的小册子，游览这个游览的小册子非常方便啊。从检票口出来就有一个皇城的这种步道通往皇城的步道，前方就是升龙皇城的这个小斗笠下面有这种红色的鞭炮，非常喜庆。在皇城门口的这个大草坪望过去有一个旗台这个旗台大概建于1805年到1812年间3门的就地，有33米高。这里写着端门，最中间这个是皇帝才能走的，咱们走侧边。哇，这鸽子看见人一点都不惊慌这里属于端门遗迹这下面是一个古城墙的老遗址古代皇城的遗址。从侧门下来一个楼梯可以到皇城的顶上。越南的国花是莲花所以到处都有这种莲花造型的灯或者其他的装饰。这一对情侣穿着越南的国服
这上面的树应该是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我虽然叫不上什么名字。他是我的朋友，他是越南人。啊，我是中国，我是中国人，我第一次来这里。你有越南？对，是。这里很不错，我经常在胡志明。胡志明偶遇了2个越南女孩子，其中有一个会一点简单的中文，非常可爱。她主动的和我交流。等福胡志明。对。很棒。谢谢。在升龙皇城的后面啊，有一排法式的建筑啊，这应该是法式的建筑。然后，在这个法式建筑和皇城的中间呢，在盖房子，应该是我不知道是建什么，还是挖掘一些遗迹。从这条道应该是可以进到进宫去。步道的两旁是这种参天的古木。这个黄罗伞盖组成了一个道啊。这个神龟有1000年的历史了。这一排法式建筑应该是在法属时期建立的，感觉和这个皇城啊有点格格不入。我站到这个楼顶啊，就是上面是很多这个越南近代历史的宣传册子啊，或者说一些宣传的海报啊，在我身后呢就是升龙皇城的进城了。等一下我们去看看皇帝生活的地方。咚，城中木谷。这皇帝的日子也挺清闲啊。这个建筑上写了建筑的年代是1897年，这个时候正好是法属时期。皇城左右两侧这个建筑就是一个现代的一个博物馆啊，里面都是一些越南的古时候的一些文物。我刚刚查了一下资料，这叫敬天殿。那这2个龙啊，还有台阶啊，这种阶梯是有1000年历史了。升龙皇城啊，在1000年这个漫长的历史中啊，它是破坏非常严重的，然后保存下来的很少。现在越南政府呢，在全力的挖掘啊，恢复成它原来的样子，有很多已经是这2个台阶和地基，就是敬天殿的台阶，也就是皇帝以前上朝的地方。所以敬天殿前面的台阶啊，也被保护了起来，就是游客尽量不要从这里走，从边上的步道可以上去。我现在在这个敬天殿边上的博物馆啊，
这里面就是有很多李朝、陈朝、后黎朝时候的一些文物。大家看一下，这些文物啊，都是价值非常非常高的一些东西。那在越南呢，就是这样用个玻璃罩罩着，然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安保措施，都是这样子。所以，越南我觉得这边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在很多博物馆里，它的文物啊是有的时候上千年的文物啊，或者非常价值非常高的文物，也都是这样用个玻璃罩罩一下，就没有特别的安保系统，但是都非常安全啊，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神奇啊。在皇城里面啊，有很多这种中文的书籍啊，这都是有几百年历史的一些东西。这上面的毛笔字啊，写的真的是非常好啊。古代的碑文也是中文的。这博物馆里面的这种衣服啊、黄袍啊，都是那时候仿制的。这上面写着“恩赐荣归”，然后还有这种以前皇帝享受的瓮啊，在越南叫瓮，就是一种吊床，躺着特别舒服啊。这种黄罗伞盖，彰显了这个皇帝的尊贵。啊，这里有很多这种章啊、玉玺啊等等，啊，这些都是这样，应该都是当时的文物，所以就是用这种玻璃啊罩起来。这里有一个金科榜，现在我的正前方就是敬天殿，啊，在敬天殿呢，是皇帝召见大臣、商议国事的地方，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上朝的地方。里面可能有什么其他的活动啊，这保安禁止到里面拍摄。哇，这树上一个小松鼠啊！大家看一下，这个龙有个特殊的地方，就是它的脖子和它的龙身这两段是非常旧的，然后其他的都是比较新的。那这个是其他的都是后来仿制的，1000年前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而这些是1000年前这个皇城顶上的这种瓦片，这种是屋脊啊，1000年前的房子上的屋脊。这是越南古代皇朝皇帝的衣服，还有靴子。像这样的房子，在古代的时候应该是大臣办公的地方，或者是侍卫值班的地方。而过了这道门呢，应该就是皇帝生活的后宫了。进入到这个后宫里边啊，有一个很大的森林啊。这是皇家花园。我觉得升龙皇城啊，也被称为越南的故宫。那和北京的故宫区别最大的地方就是，北京的故宫里面是没有这种很高的树的，没有高的灌木啊，只有非常矮的。因为是明清的时候，为了禁止一些叛贼啊，或者说强盗啊、盗贼啊进入到皇宫啊，惊扰皇帝啊，让他们没有地方躲避，就是禁止栽种那种特别高的树。啊，像这样的高一点的树，在北京的皇宫里面、故宫里面是不可能栽种的。那在升龙皇城这边啊，这就是一个小的热带森林。这里是敬天殿的后面啊，也就是皇帝上朝的地方啊。皇帝应该是从这边走过去上朝。但是我刚刚这个皇帝上朝的地方啊，也就是敬天殿啊，它这个建筑是后来建的，也就是充满着法式建筑的风格，啊，都是后来又重新翻建的，啊，不是那个敬天殿的原貌。敬天殿的原貌已经在
战争中一次一次就是全部摧毁了。那现在保留的就是我刚刚给大家介绍过的那2个地基啊，2个台阶和2条龙，那是原来保留下来的。这是战时的指挥部啊。大家都知道，越南是经历过战争非常多的一个国家。那在近代史上，就是在越南的解放战争中啊，就是越南南北统一战争中，美军是对这个越南是进行了很多的狂轰滥炸啊，包括这个升龙城墙啊，升龙皇城也是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这里呢是当时的战时指挥部，也就是北越的战时指挥部。这里还保留了几辆那个时候的车啊，在当时那个时代，这应该是最好的轿车了。这个车上面显示的年检是2019年3月，也就是那个时候还是能开的。大家有没有认识这个车标的？这是什么车？这个地洞里面啊，写着66年6月30号，也就是战争的时候留下来的地道，也就是当时修的防空洞。我看这样的防空洞入口还是蛮多的。这是越南一段特殊的历史啊，在皇城里都要挖上防空洞，来避免这个美军的飞机轰炸。在越南近代史上，这个皇宫啊被轰炸的很厉害，包括河内的大量的建筑啊、街道啊，都在那个时候被毁掉。那现在能保留下来，基本上也都是全部保留下来了。那越南政府对这个包括一些法式的建筑啊，包括一些古代的建筑啊，是全部是完好的保存下来，就是没有经过战争破坏的，全部保留下来了。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难能可贵，也让我们今天这些后人啊看到了过去历史的原貌。这个被称为后楼，也叫晋北楼，是越南阮朝时候的公主的公主住的地方。在法属时期呢，这个楼是重建的，所以它也有一些法式的风格在里面。公主楼边上有这种几棵非常高大的棕榈树。哇，这楼梯太小了吧！这公主真是住得太憋屈了，我感觉都有点像那个地道了。在这楼梯口啊，根本就直不起腰来。里面好像在进行祭拜的活动，里面好像在进行什么祭拜的活动，非常肃静啊。然后他们禁止我拍照。哇，看这公主下楼多憋屈，太不容易了。我现在参观完皇城啊，从里面往外出去，这里现在是他们的管理的办公室啊，我看很多人在里面办公。逛完了皇城啊，这后面还有一个小后门，可以直接出去。后门皇城上这种城墙上都是那种斑驳的苔藓。好，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欣赏，祝您生活愉快，拜拜。